你的房间里是不是也有些东西是你明知道再也用不到，却怎么也舍不得丢掉的？一件已经穿不下的旧洋装，一张褪了色的电影票根，一个有缺角的马克杯。家人或朋友可能会说，太占地方了，该丢了吧。你嘴上说着好，我晚点整理，却在心里为他们找了1000个留下来的理由。这有特殊的回忆，说不定以后用得上，丢掉太可惜了。渐渐的，物品越堆越多，多到让你感到窒息、焦虑，却依然无法放手。你看着满屋子的东西，偶尔也会问自己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但，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真正在意的，从来都不是这些物品本身呢？这份对物品的执着，往往源自于一颗曾经感觉不被珍视、缺乏安全感的心。小时候的团子，父母总是好忙好忙，他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，陪伴他的只有那些不会说话的玩具。他有一个最喜欢的泰迪熊，是他唯一的朋友。他对他说所有不敢对大人说的秘密。有一次，妈妈大扫除，觉得那只熊又旧又脏，便趁他不注意时丢掉了。团子发现后，哭得好伤心，好伤心。他觉得自己最重要的朋友，唯一的依靠，被轻易地抛弃了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好像在潜意识里下了一个决定，我再也不要失去任何东西了。他开始收藏一切能带给他安慰的物品，一颗漂亮的石头，一张糖果纸，一本旧笔记本。每一个物品都像是一个小小的船锚，在他感到不安、孤单的时候，给他一种拥有的、稳固的感觉。他们不会离开，不会背叛，不会否定他，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，证明着他过去的每一个瞬间都真实存在过。他从未意识到，他紧紧抓住的不是物品，而是抓住那些物品时那一丝丝得来不易的安全感。如果你也和团子一样被物品牢牢困住，现在，我想邀请你先给自己一个温柔的拥抱。你不需要责备自己，因为那些物品真的在过去的时光里保护了你。你囤积的不是物品，而是曾经那个想牢牢抓住安全感的自己。但是，亲爱的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不再是那个无助的小孩。现在的你有能力给自己安全感，有能力去创造新的、更美好的回忆。疗愈的第一步，不是丢，而是感谢与告别。试着拿起一件你最难放下的物品，看着它，在心里对它说，谢谢你在过去那段日子里陪伴我，给了我力量。我还记得那段时光，它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。现在你的任务完成了，为它拍一张照片，把回忆好好的存放在心里，然后轻轻地将它放进捐赠的箱子里。你会发现，放手的过程不是失去，而是一种释放。你释放了被捆绑的过去，为新的阳光腾出了空间。真正的富足，不是拥有很多，而是可以安心的放手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不再需要用物品来填满内心的空洞，因为我们的心本身就是一个丰盛的宇宙。当你整理了外在的空间，你内在的空间也将变得更加开阔，得以迎接更多美好的事物。致那个总是舍不得丢东西的你，别怕，
放手之后，你拥有的是整个世界。